Hello， 大家好，我是 Kara，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这一集我要分享的是关于手工皂，就是我们平常用的冷制的天然手工皂评测。我使用手工皂的经验也差不多快要20年了，从我10几岁的时候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有在使用。到后面我自己都会做了，我是自己上网学的，其实不难，但是蛮麻烦的。不过你做一次的量可以用一整年，因为手工皂它本身就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也可以放超过1年以上的时间，大概3年的时间，没有受潮的情况下都是可以使用的。今天我找了虾皮好几家的同一个类型的项目薰衣草手工皂去做评比。薰衣草手工皂每一家几乎都有，品质上面真的有差。目前这几年我只有一家的薰衣草的手工皂我是比较认可，觉得是可以的。对于手工皂部分呢，除了它使用的感受还有它的价格之外，它的香味也是要符合我的要求。我对精油部分呢已经有使用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我自己一闻就闻得出来它是不是天然的植物精油，还是加了香精调和之类的。对于精油的香味我会有一定的要求。薰衣草呢其实有分很多种不同的香味，因为不同的种类也有不同的品质，一闻就知道它是不是品质好的。第一家我找到的在虾皮叫做真心，这一家他卖很多手工皂，2-3年前我有买他的手工皂，到目前为止还蛮多人关注的，所以它是蛮稳定的一家小店。这款薰衣草的手工皂我觉得它成分上面没有问题，洗感也很好，它是属于中间的清洁能力，洗得干净，但是也不会洗完之后有拔干的感觉，也不是很滋润的那种手工皂。撇除你本身很干的情况下，你用这种冷制的手工皂用完之后一定是比外面的一般的沐浴乳洗完之后的感觉来的滋润，没有那么干的。当然如果你皮肤很干，你用什么都是干的，都是要擦乳液的。那先讲一下为什么手工皂它用完之后会比较保湿，因为它里面用的成分就是天然的植物油脂加氢氧化钠，它们做一个化学作用之后就变成一块手工皂了。这个化学作用的过程呢，就会产生甘油。甘油是保湿的成分，你会看到很多保养品跟化妆品都有甘油的成分，它是吸水性的，所以用的同时你会感觉到皮肤没有那么干。但是手工皂也会有分冷制跟热制，热制的手工皂它们制作过程都是几乎差不多的，只是它温度会比较高，而且它做完之后没多久就可以使用。冷制通常至少要等酿造酿个1个月以上，所以它的时间成本是比较长的。热制的手工皂就没有甘油这成分，所以洗起来会比较干，所以一样是手工皂，但是它是热制，感觉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会建议要用冷制的手工皂，冷制的手工皂简称 CP 皂，热制是 MP 皂，大家可以注意一下。继续讲一下真心的手工皂使用感，我觉得它的使用感受还有它的成分以及它的价格都很好，品质也是很稳定的，但是它的香味我感觉闻起来比较像是人工香精，我觉得它有混一点点香精，虽然它是写保加利亚薰衣草精油的添加，没有添加人工的香精，可是闻起来我觉得有香精味，比较像是调和油。但是这个不能100%肯定哦，我只是觉得闻起来不像而已，因为我用过很多薰衣草精油的产品呢，我没有闻过这一种这么像香精味的薰衣草香，所以我没有很喜欢。这个就是我的理由。但是如果你不在意，因为它没有到很浓郁，洗完之后其实也不会很明显这个香味，所以一般的人可能闻不出来它的区别。如果你没有那么讲究的话，其实它也是很高 CP 值，因为它价格蛮平价，好像120几块而已，没有很高单价，一块有100颗左右。好，成分给你们看，全部列在上面呢。好，接下来这个手工皂了是我最喜欢的，我觉得它是最像真正的薰衣草手工皂，因为它的香味还有洗感都合格，也可以说今天唯一真正的薰衣草肥皂。它的店名叫做女王天然手工皂，
也是在虾皮找到的，它的皂类比较少一点啊，但是我看其他的手工皂的成分还有品质，就看它更用心一点啊，它做的手工皂感觉品质更好一些，不过它价格也相对比较高，也是我今天买到最贵的手工皂，199块一个，但是它一块有120颗左右，多20颗。这个手工皂是我今天用到最滋润的，它会更适合偏干肌肤用。其实你偏油肌肤用也没问题，因为你冲洗完之后还是会有干净的感觉，只是它用完之后比较不会干，它会更容易软化，时间放长它就会溶解的很快，要尽快使用，因为它用的成分油脂部分嘛会有影响。如果它的软油用的比较多，会比较保湿，但是也会比较容易软掉。那今天我分享的，我觉得它是最快溶解掉的，但是它也是最保湿的一款。然后它的香味高级，很好，它的香味真的就是我平常闻到正常的薰衣草香气，而且属于品质还不错的薰衣草味，所以这一家的薰衣草很 OK， 做的也蛮漂亮。而且这一家我有买到它的茶树洗衣皂，它的洗衣皂也是很好用哦。洗衣皂我买过很多家，我觉得这一家是我目前用到最像阿元专柜的洗衣皂。阿元的洗衣皂是我用过最喜欢的，但是它专柜嘛比较贵一点，其他的我觉得用起来都差不多，可能用一用会忘记是哪一家，都差不多，没有特别喜欢。但是这一家我觉得99% 跟阿元的洗衣皂是一样的，无论它的颜色，还有它使用感觉，它的清洁度各方面都很像，但是价格会比较便宜。如果一次过买4颗，买多一点会比较便宜。它一颗是90块一个，一个也是有120颗，但是它一次过买好几颗，我记得是比较便宜，便宜很多，大概60-70块一个。它很耐用，精油的香气，因为茶树也不会很贵嘛，它的香味就是正常的茶树的香气。不会觉得很不舒服，不会很廉价，这个我会回购。接下来这款是我有点惊艳到的，这个是爱嘎皂坊的手工皂，这款也是薰衣草手工皂，但是它有添加其他的精油成分在后面，有添加一些复方的精油啊，所以它闻起来不止薰衣草的香气，也有其他的香气，整体的使用感非常好。它的皂不会那么容易软掉，感觉蛮耐用的，用起来的感觉非常好，而且它的香味也是很高级。虽然它不是只有薰衣草的香气，可是它搭配的很好，很搭。如果你特别喜欢芳疗的感觉，我会很推荐他们家的手工皂。他们家的手工皂几乎每一款都是有添加复方的精油，就是不同搭配的香味。我还有买不同的香气，目前开了茉莉花的手工皂，茉莉花的手工皂它就是很浓郁的茉莉花的香气，而且那个茉莉花的香味就是我买到比较高级比较贵的茉莉花精油的香味，所以它的精油用的也是蛮不错的，品质很好。这家感觉它的手工皂的工厂比较大一点，它是真的有工厂去生产的，它的工厂生产地方是在宜兰。我看它的唯一是有这种单张给我的，你看非常的用心，看起来就非常专业啊，我觉得可以耶，很不错，感觉就会让我想起阿元的手工皂了。但是它的价格就便宜很多，一块160块台币而已，重量大概是100颗左右。薰衣草这个它写偏油肌肤使用适合，但是我觉得我用也不会觉得干啊，是清爽，但是不会拔干。它不是我用过最干的手工皂，我觉得还蛮 OK 的，应该是所有肌肤都适合使用了，在台湾应该都还可以啊。这一家它的香味真的很舒服，很疗愈，很喜欢，非常喜欢，很推荐大家可以试一下不同的口味，而且我看它还有一些礼盒装，可以送礼自用都很好。有一些皂价格比较高单价一点，200多，有一些比较贵的。它也有一些洗衣皂、家事皂买，你也可以试试看，不贵。接下来这款是唯一一款没有任何精油的，它也是薰衣草皂，它的店家名称叫做自然皂手工坊。成分就列在后面，没有精油添加。它闻起来了，只有一点草本味道，青草的味道，闻起来也不像薰衣草的香气啊，就是青草的味道，草汁的味道。它是我今天洗过的皂里面最干的，
它去油能力最强。目前我用过这么多的手工皂，也没有用到这么干净的，它的去油能力比较强啊，它更适合偏油肌肤使用。它的使用感受也没有问题，就偏干一些。如果你会擦身体乳也还好，不会有什么问题。它还是比一般的沐浴乳温和一些，比较没有那么干的了已经。但是它是我今天介绍的最便宜，90块一颗，非常的平价。很高 CP 值，因为它成分也很天然嘛，没有任何的精油添加。如果你是喜欢这种没有精油添加的，我只要是天然成分的高 CP 值的，那这一家的手工皂就很适合你。它还有买其他的不同类型的手工皂，都是没有添加精油的，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它都是在虾皮找到的，我会把相关的链接放到我的资讯栏啊。这些都不是合作，不是业配，只是我自己购入去评测的。它的泡泡是搓出来比较小一点，跟其他的起泡的感觉不一样，所以它清洁度也明显比较清爽一点，比较干一些。接下来我要分享的是泰森丽的手工皂，我试用的那款也是薰衣草皂，但是我丢掉那个盒子。但是它用的精油除了薰衣草精油之外，也是有添加其他的复方精油。它闻起来前面像薰衣草，后面就带有一点点檀香的味道，因为它有添加檀香的精油。我自己个人是很喜欢檀香的味道，不是每一家都喜欢，我就特别喜欢泰森丽的檀香肥皂。它的檀香手工皂用完之后就有一种净化的感觉，很舒服。很安全啊，刚好它的薰衣草皂也有一点檀香的味道，我就特别喜欢。它的清洁能力，我觉得跟爱达差不多，很相近，使用感受是很接近的。这两家薰衣草皂跟檀香比起来啊，薰衣草皂会比檀香再干净一点，但是也不会觉得拔干。檀香我是回购了，薰衣草是第一次使用。那这一家呢，它的 CP 值也很高，平常买的时候就220块，看起来好像比较高单价，一块有100克。这次我买到是420，有3块，平均一块140而已，140就蛮平价的，而且它也算是规模比较大一点的，做了很长时间。然后他们家也有生产液体皂，也是手工皂。但是是液体的，我有买好几款不同香味的，都是有不同精油香调过。但是我觉得它的液体皂用起来那个精油感啊比较廉价一点，用起来是真的天然的植物精油，但是它闻起来精油的香气不是很贵重的这种材质，闻得出来，而且它的香味比较浓郁一点，添加的精油量比较高，所以用起来呢，一开始会有点刺激感。如果皮肤比较容易敏感、比较脆弱，可能会感觉到有一点刺痛感。但是呢，用几次之后可能就会适应了。如果是小孩子用、小朋友用，可能会一开始会不耐受，会有一点刺激感啊。我也看到一些评论留言，也说小朋友用会有刺痛感、不舒服。我自己用头2-3次也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再多用几次就习惯，就没有这种感觉了。特别喜欢他们这款嘉士皂是尤加利的香味，还有一款薰衣草的，尤加利比较好闻，薰衣草就闻起来真的比较普通那个香味。我是很喜欢薰衣草味的，但是我对薰衣草有一定的要求啊，所以对于香味部分呢，不是说只要是同类型的精油我就喜欢，一定要看品质，闻起来就不一样了。但是我刚刚分享的嘉士皂，我是用来洗贴身的衣服嘛，它会有一个很清新的尤加利的香味，我非常喜欢，觉得有洁净感，很干净的感觉。可是呢，它的清洁效果、去油能力并没有很强，大概中上的清洁度吧，还 OK， 还可以。当我换成这种洗衣皂去洗的时候，就发现其实真的有差啦。我觉得洗衣皂明显干净很多，我觉得之后还是会换回手工皂去洗比较好，比较干净一点。这瓶已经空瓶了，好几瓶都空瓶，不同口味的，我就留这个瓶子特地去做分享了。这个我用完之后就没有回购啦，觉得还好，真的用完就算，而且它用量很大，一瓶有1000毫升，其实蛮划算的，价格不高，可是它的清洁感觉、使用感啊，还有香味就真的还好，我宁愿用手工皂。就他们家的手工皂还蛮好用的，那价格相对也蛮平价的。液体皂它用的很快，比较液态一点，起泡能力比较弱一些，其实也是很天然的。如果用不习惯这种手工皂，可以用液体皂。它的洗发精我没有用，因为我看到有 PE，
级，还有身体乳那些都不适合，我就没有去试。如果感兴趣也可以试试看的。到最后，如果你对手工皂还是不是很习惯，但是又想要用天然的，我推荐这款马自亚麻深山油脂的薰衣草液体皂。这款也是液体皂，它液体皂就是手工皂，它做的方式就跟手工皂一样，只是变成液体皂而已。那它的成分也是非常单纯的，而且它的香味是比较高级的薰衣草香，我是很喜欢它的薰衣草液体皂。这个可以拿来洗澡，平常我是用来洗手的，放到那个瓶子，然后加水挤泡泡出来洗，它的香味就很舒服，很天然的薰衣草香。它里面是没有添加人工香精 PEG， 有添加酒精和精油，所以它清洁力会比较高一点，也不会过敏啊。我反而觉得它比起太生力的液体皂，它更温和一点，只是它清洁力会更强，去油能力更好一些，但是没有到非常干。这个是不错的选择，价格也不高，300多400台币而已，在台湾买到可以，在日本买就更便宜了。一瓶是有600毫升，这个我一直有在回购，家里的洗手液都是用它的，它的流动性比较强啊，但是起泡能力蛮强的。然后另外它还有一款是柚子的液体皂，成分几乎是一样的，除了有柚子精油还有一些柚子成分之外，几乎是差不多的。它的瓶子比较小一点，但是价格比它高，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几乎一样东西，而且我觉得薰衣草更好吧。给你们看，我现在有在使用，你看它比较小瓶的，价格是一样，这个是柚子。那这款成分在这里，这个是成分，另外这边的成分。如果你想要用起来更滑、更保湿一点，也可以用氨基酸的起泡剂、氨基酸的沐浴乳。那这款是 Pyeongkenyu 的氨基酸的沐浴乳，它还有洗发精的，也是氨基酸，看起来瓶子是一样啊。我都有买，用了很久了，其实已经过期也用完了。这次分享完我就丢掉了。它是没有添加人工的香精、酒精、精油和 PEG， 没有任何的香味啊。内容物是透明的，有一定的浓度，像精华液一样，起泡力也是很好的，很不错。用完之后皮肤会滑滑的，比较不干。它跟手工皂还是不一样，它用完之后会滑滑的感觉嘛。但是手工皂、液体皂冲水之后会觉得有洁净感，可是不会觉得干，洗感会有点不一样啊。你们可以去挑选，如果你要更容易买到，可以选伊里润。伊里润现在有开价，在康是美屈臣氏应该有它的开价，但是不是每一款都推荐敏感肌哦，它很多都是有添加人工的香精，只有一款是无香的，你就买无香就好了。无香它的使用的感受效果就跟 Pyeongkenyu 很接近的，就是差不多类似的使用感觉，用完之后比较不会干，也很温和，适合敏感肌小朋友使用。其实适合敏感肌用的沐浴产品还蛮多的，根本就不需要买专柜大牌。今天介绍的产品都是很平价、很平民的，而且品质都是很不错。我会优先推荐手工皂，因为手工皂环保啊，它不需要瓶瓶罐罐去装，而且它不会添加防腐剂。如果是液体皂，大部分的液体皂啊都是需要添加一点点防腐剂，因为它是有水分在里面，比较容易有细菌，不像手工皂啊会更安全。之后呢，我会分享洗发饼。那我分享的洗发饼呢是氨基酸的洗发饼哦，不是手工皂的那种洗发饼，洗感是完全不一样的，也适合大部分人使用，洗完比较不会有皂垢的问题、黏黏的问题。那之后我会分享我买了超多家的，到时候会拍影片给你们评测。先透露一下，我使用感受真的是还不错的。今天的影片我有特地准备了礼物给你们，我会抽出一位观众朋友。今天呢，我觉得最符合我的要求，真正的薰衣草手工皂只有这款最贵的，它是我最认可的薰衣草手工皂。但是呢，我之后要回购的手工皂了，可能是爱达他们的手工皂，我就特别喜欢，我可能会尝试不同口味的。爱达这家我特别推荐，你们可以去上网看看。
它的皂也不贵，还有泰森丽的手工皂也不错，但是相对它的品项比较少一点了。这2家的手工皂都是蛮稳定的，价格也不高。我特别喜欢这种芳疗的感觉，所以我很推荐爱达，很喜欢这一家。但今天呢，用到保湿度最高，撇除这个精油部分呢，品质最好了，还是最贵的这一家女王天然手工皂。那今天我会送出女王天然手工皂这款的薰衣草皂，还有最便宜的这一款自然皂手工坊薰衣草皂，给你们试试看有什么区别，一个最保湿，一个是最清爽的。抽奖部分呢，可以加我的 IG， 在我的 IG 呢找这个手工皂的抽奖文，在楼下留言加按赞就可以抽奖了。大概1周的时间就会公布得奖的名单，我会在 IG 上面公布，会私讯通知你们，可以注意一下你们的私讯部分。这个过程是不用收费的，会寄到你们家附近的便利商店，你们去领取就可以了，不需要收任何费用哦。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哦。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们，请记得帮我按赞，还有别忘记分享、订阅、按响当。我们下次见吧，拜拜。